我们上一期的视频体验了问界 M7，也是约了智驾版的体验。而这一期我们就为大家讲解和实测智驾的部分。咱们先来看行驶，再来看车。问界目前智驾的自动驾驶级别为 L3， 当然名字还是智能辅助驾驶，分为了 LCC 和 NCA。LCC 叫车道辅助系统，几乎任何时候都能够使用，而 NCA 更高级，叫做智驾领航辅助，需要支持的城市或者是路段。我们试驾也是包括了条件良好的高架桥以及临时修路的路段，我们就一边开一边为大家讲解。首先我们导航去一个地方，中控大屏会显示有多少路段为智驾，也就是 NCA。 比如说我这一段 9.2 公里有 6.5 公里是支持智驾的。等我们走到支持的路段，就会自动的激活 NCA， 图标会从蓝色方向盘变成蓝色三角箭头，这个时候油门和刹车都由系统接管，当然我们也可以随时干预方向盘也由系统接管。但是根据当前的法律，我们手还需要扶着方向盘，如果长时间打开的话，车会进行提醒。速度的上限就是当前路段的上限，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拨杆来进行改变。在 NCA 的条件之下，红绿灯都会自动停行，也会自动的变道，避免车速过慢的大车给挡住。变道的话可以设置灵敏程度，整个变道的过程都是相当的平稳。在仪表盘之上可以看到路况的白模型，大车、小车、摩托车、自行车、行人，甚至狗和落石都会分别进行显示，包括距离都会通过不同的颜色来进行提醒。在比较危险的地方，中控大屏还会主动的显示出360度的实景视频，以防止花坛等死角的刮蹭。屏幕动画的上映速度也是很快，有的车也有类似的功能，但是行人是一跳一跳前进的，而问界的话是连续移动的，而且摆臂都是一下一下，大概可以看到200米远。也就是说我们只要打开导航就行了，十字路口、交叉路口、掉头、上下匝道的选择，智驾都会主动完成。过弯的时候曲率也是非常的固定，几乎可以完全交给汽车，不用人来进行介入。遇到各种的突发情况也会随时的减速或者是刹停，但是有的时候减速会比较的快，也就是更加的保守，甚至司机觉得没有必要减速的情况，车也会以防万一来进行减速。减速的速度是根据风险等级来划分的，一般的情况之下减速比较的缓和，但是突发情况之下减速就会比较的急，所以体验上并不是全程平稳的。也可以在设置中来设置智驾的偏好。当我们离开了 NCA 识别的路段之后，系统会提前进行提醒，然后自动切换到 LCC， 也就是更低的制动辅助了。这个时候就不能够识别红绿灯了，需要人来进行控制，也没有主动变道、上下匝道，也就是它不会自动选路了，也就是只能够保持在当前道路之上进行安全行驶。不过可以打灯变道，也比正常的变道要更加的简单。另外安全功能也是全部一样的。我们也是在非常崎岖的临时修路场所进行了实测，各种危险的车辆逆行、电动车和行人的穿行都是遇到了，车的紧急刹停和避让速度也是明显比人要更加的快。最后就是智能泊车的功能，可以随意选择停车位置，车子会自动帮你停好，屏幕上还会有一个进度条来显示目前停车的进度，停好之后也可以进行微调，这样就带来了3个好处。第一个是省事儿，驾驶几乎是可以交给车子了。第二个就是安全，人有死角也有疏忽，而紧急刹车的速度和力度都不一定能做到完美，但是由车来接管的话，反应的速度会更快。第三就是搞不清楚交规的情况，容易出错，而车子是绝对服从交规的。如果未来都能够使用上智驾人人礼让的话，那么整个路况的效率也都会提升很多。就当前来说，遇到各种开车不太规矩的，那么还是安全第一，不要冒险。当然同时也会带来一些问题。第一个是预判，人驾驶有预判，而车驾驶的时候人很难做到预判，有一些出乎意料的动作会造成人的慌乱或者是不太舒服，等大量车都用上之后，情况应该会好很多。第二是信任感，人很难去信任汽车的驾驶，事实上人误判的概率比高端智驾是要更高的。智驾应该是叠加安全，也就是人和车可以做到1+1，而不是 A 或 B。 第三是目前还达不到全程的体验统一，有的时候是 NCA， 有的时候是 LCC， 人还是需要集中注意力，错过提示很有可能会搞不清楚状况了。我们试驾的这个车型是问界 M5 纯电4驱智驾版，还有2驱的智驾版。智驾部分跟 M7 的智驾是一样的，都是华为的 ADS 2.0 高阶智能驾驶系统。智驾版的外形上面会多一个凸起，整车也是涵盖了一个激光雷达、126线、3个毫米波雷达、4个 MIMO 天线也是翻倍了，12个超声波雷达以及11个摄像头，前视双目摄像头像素是800万，激光雷达和尾部的 ADAS 摄像头扫描的距离是可以达到200米的，
其他不同的传感器也是适用于不同的天气和情况，可以极大的减少死角的可能。不过摄像头在泥泞道路之中可能会被污染，也要及时注意清理。纯电版也是有前备箱，80升可以放不少的东西了。后备箱的开关我第一次是半天也没找着，是在雨刷上面的这个按钮上，并没有油箱。充电口和输出口是放在了一侧，反向充电为3500瓦，露营也是基本够用。内饰跟 M7 是大同小异，天窗并没有挡板，前排上面都有镜子，色温亮度都可以调节。无线充电的话是40瓦的版本，头枕的发声是选配的，另外车内是15个扬声器，而车外还有2个。后排的座位调节范围并没有 M7 那么大，按摩和加热都是需要选配的。前排后背是这个车载的接口，并没有小手板，中间是一个空调的独立出风口。后排放下的空间也没有 M7 的大，是达到了776升。整车的长宽高是4785、1930、1620，轴距是2880，也是全铝合金的底盘。续航后驱版是602千米，而四驱版的话是534千米。0-100的加速后驱是7.1秒，而四驱的话是4.5秒。M5 的车就已经不紧张了，大家都可以去当地的体验店来实际体验一下。我个人最大的感受就是 NCA 的各种安全功能考虑的真的很全，特别的适合新手或者是不经常开车的人群，几乎可以做到自动驾驶，而且能够避免很多人为的失误，会更加的安全，不用老司机带，也不怕挨骂了。当前最主要的问题是 NCA 支持的城市和路段还需要逐步的进行增加，一些低风险的情况主动的避让有的时候会有点吓人，但平滑一些就更好了。也期待 L3 交规的落地。那么这期节目我们就先到这里，大家有什么意见和建议都欢迎留言讨论。好了，我是万趣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